Hello， 你好，我是 Jos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知道膝盖痛是不少人困扰很久的问题，而且造成膝盖痛的成分很复杂，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但是要让膝盖不痛，其中最简单也是效益最大的方法，就是避免膝超伸。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站姿，你的膝盖在打直的时候，从侧面看有没有往后弯一点点呢？如果有，那你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完，千万别错过了这么简单但非常重要的膝盖保养法。我们的膝盖连接着大腿和小腿，从侧面看，膝超伸就是膝盖落在小腿和大腿中线的后面。这样的体态在医学领域称为膝关节过度伸直。膝盖正常的伸直范围在0到5度，一旦超过5度，就是膝超伸。膝超伸造成的影响可不只有外观，还会往上影响到髋，往下影响到脚踝，导致变成 X 型腿或 O 型腿，然后再传递到骨盆或者是腰和背，就会变成各种歪斜或者是酸痛，而且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恶化。所以有很多长辈的疼痛问题，找到最后都会发现有膝超伸的问题。他们也很惊讶，想不到这10几年来的小习惯，居然会对身体结构有这么大的破坏力。至于详细的 X 型腿和 O 型腿的分析和改善方法，我会全部放在跟知识卫星合作的课程里。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可以在影片说明栏或置顶留言帮我填写问卷，还能拿到额外的课程优惠券哦。那首先，我想先让你知道膝超伸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伤害。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顺便让你知道组成我们身体稳定的2大系统，分别是动态稳定系统和静态稳定系统。别看它的名字很高深，其实原理很简单，听一次你就能记住了。动态稳定系统就像是汽车的油门一样，指的就是负责让关节活动的肌肉。静态稳定系统就像是刹车，指的是关节囊、韧带那些你不能主动控制的软组织，它们负责限制关节活动的范围，目的就是要避免关节脱臼、受伤。这2个系统就像太极的2仪，不仅互相需要，还相生相克，只有达到平衡，才能生生不息。那这和膝超伸有什么关系呢？所谓的膝超伸，中间的超字，指的就是超过。超过是什么意思嘞？超过活动范围的意思。你可以把膝关节想象成是门的铰链，正常情况下，铰链可以让门保持在适当的位置。如果铰链松了，门就会打开太多，这就像是膝超伸造成的膝关节过度伸展一样。过度伸展会怎么样呢？其实，在正常活动范围内的重量都可以由肌肉来承担，但超过活动范围外的重量就会全落在静态稳定系统的韧带和关节囊上。而且维持膝超伸一段时间之后，膝盖后面的韧带就会被拉长，韧带被拉长，膝超伸的状况就会更严重。而为了维持住膝盖的角度，膝盖后面的肌肉，像是腘肌、腘旁肌、腓肠肌这些肌肉，就会用力收缩来代偿韧带，抵抗这个往后折的力量。可是这样一来，肌肉就容易受伤，肌肉受伤后又会变得没有力气。当肌肉拉不住了，角度就又会再增加。角度增加之后，又会拉到后十字韧带和髌骨内外的支持带，所以膝超伸的人，通常膝盖就会像松脱的门铰链一样不太稳定，膝盖后面也经常会痛。除此之外，膝超伸还会让前侧受到挤压，压到脂肪垫或者是软骨，就会让你感觉到膝盖前面也会痛。这种痛因为发生在膝盖前面，所以叫做前膝痛。当膝超伸已经发展到了前膝痛，那还有可能同时得到另一种并发症，叫做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别看它的名字很长，其实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的膝盖和大腿之间有一整圈的痛和肿胀。如果你们有需要，这个症候群的内容很值得我再做一部影片来解说。你只要先记住，一旦有这种痛一整圈的症状，可别再忍耐了，赶快去看医生吧。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知道膝超伸就是膝盖超出了应有的活动范围，把膝盖后侧的肌肉、韧带等等组织拉长、拉松的一个恶性循环。那明白原理之后，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知道有哪些习惯会造成膝超伸。一种是把脚翘在椅子上，膝盖底下是悬空的。你可以试试看，这时候是不是能感觉到膝盖后面有一点被拉扯的感觉？那记住这个感觉，然后你站起来的时候，把膝盖往后顶到底，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觉？这就是膝超伸了。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这种膝盖往后推到底的动作，尤其很多人在站着的时候会习惯把膝盖往后推，因为让关节卡住的话，站着会比较省力。但现在你应该就能知道，这些省下来的力就是被膝盖后侧的静态稳定系统给吸收了。
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要做的，除了在生活中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膝盖往后推之外，还可以多做一些放松或是训练周围肌肉的运动，让膝盖能更自然而然地保持在正常的角度上。只要肌肉有力，也比较不容易发生膝超伸。如果你长期有膝超伸的习惯，大腿前后的力量应该是失衡的，小腿会很紧绷，脚踝活动度也会受限。肌力失衡会影响到膝盖周围的本体感觉，让大脑对膝盖位置不清楚。接下来的运动，我想帮你恢复肌肉的平衡，再提供给你2个膝盖本体感觉的训练，希望能帮你尽早解决膝超伸的问题。第一个运动，大腿前侧放松。趴着，将滚筒放在大腿前侧，另一只脚弯曲，大范围滚动，找到酸痛点之后，压住酸痛点，把脚勾起来10下，再找下一个酸痛点。因为大部分的人前侧都会有很多肌痛点，10分满分的疼痛只要压到5到6分就好。勾得慢一点，动作做确实比做完重要。左脚做完换右脚。第二个运动，足踝松动术，把脚踩在椅子上，弹力带绕2圈在脚踝上，另一只脚踩住，椅子上那只脚可以往前一点，增加力量。前脚用脚跟的力量往下踩稳，膝盖慢慢往前，往前的幅度要超过脚趾前面1个拳头宽。如果没有办法超过这个幅度，可以多拉几次。在做的当下要特别注意，前脚脚跟都要稳稳地踩在椅子上。透过膝盖前后移动，可以松动胫距关节。往前30秒，每天做3次。第3个运动，腿后肌综合训练。双手放在骨盆前侧最突出的部位，这里有2个骨头，叫做髂前上棘，趴在垫上。骨盆后倾，尾椎往脚跟靠近，感觉 ASIS 压住你的手，这样可以激活你的大腿后侧肌肉。接着慢慢把小腿弯起来，尽量把脚跟靠近臀部，注意在这个过程中屁股不要翘起来，保持 ASIS 和手掌紧贴。如果你觉得腰部或者膝盖有疼痛感，可以把脚跟离开臀部一些。这动作会让你感觉到大腿前侧有伸展感，大腿后侧有用力的感觉。甚至可能会有抽筋的现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可以停止动作，等到没有抽筋之后再继续。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调节大腿前后2侧的肌肉张力，因为膝超伸的人，大腿前后肌肉容易失调。通过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恢复大腿前后2侧肌肉的平衡。第4个运动，本体感觉训练。先找一条弹力带，把它固定在桌上或门上的低处，然后把弹力带套在你其中一只膝关节后面，向后退一些距离，让弹力带有一些拉力。接着就是重点了，先把你的那条腿伸直，让你的膝关节向后推压弹力带，把关节锁死，然后再慢慢的放松你的关节，让它回到正常的位置。正常的位置就是你低头从腿的侧面看，髋、膝、踝关节都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位置就是你站立的中立位。确认这个位置还有腿的感觉，重复这个动作10次。换边，这动作可以帮你训练大脑对于关节中立定位的感知和控制能力，强化你的本体感觉，同时也可以增加对膝关节位置和动作的感觉。第5个运动，单脚弹力带硬举，把弹力带套在膝盖后侧，往前固定在左脚，膝盖对准脚趾2到3指，重心转移到这只脚上，膝盖微弯，头顶向上延伸，核心撑开，把你的屁股向后推，保持这个姿势，慢慢的把你的上半身向前倾斜。如果你觉得你的大腿后侧比你的臀部更紧张，可以再多弯曲一点点你的站立脚的膝关节。注意，身体在往前倾斜的时候，不要让你的膝关节向后移动，或者是被弹力带拉走。保持你的膝关节稳定在原来的位置上，慢慢的回到起始姿势，重复这个动作10次，然后换另外一只脚做同样的动作。
改善膝超伸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要保持足底三角的平衡。足底三角也就是你的大拇指、小指和足跟，养成让这3个点均匀承重的习惯，不要让重心偏向脚跟或脚尖。再来，要稍微把你的膝盖往前放松，不要刻意伸直，而是让它们保持在一个微微往前的角度。最后，要定期做一些增强膝盖本体感觉的运动，这样就可以让你的膝盖在跑步、走路的时候更稳定。总结一下，今天这部影片你知道了膝超伸这种不起眼的小习惯，长久下来也会对膝盖产生不小的危害。每个关节的慢性伤害都是从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习惯悄悄渗透而来。起初，我们或许只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细微的问题会逐渐演变成严重的困扰。就像是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下，无数个暗流在涌动，总有一天会引发滔天巨浪。一个灵活而健康的身体，来自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细节的关注。像膝超伸看似微不足道的角度改变，却足以破坏关节的稳定性和健康。然而，改善的方法却非常简单，只要我们养成不要过度伸直膝盖的习惯就可以了。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如果你觉得影片内容对你有所启发，请帮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你的支持对我非常的重要。同时，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还有什么想要矫正的体态问题，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变健康吧。